我是不会放弃。必须放弃，凡事都要以工作为重。那是你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程家阳为了你跟家里闹翻了啊！不可能，嘉阳说了会尽快安排见面。你心里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不然你也不会开门。等着吧，这个见面会一直拖下去。肯定是因为我跟你的事儿，对吗？这就是我最高兴的，还真不是因为这事儿。那是不是你跟家里说我拿了你的钱？我在你心中就是做这种苟且之事的人吗？天地良心，我还劝了程家阳先不要跟家里说你俩的事儿。我为他好，那个桑晓生他不信我的，他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家里的疾风骤雨。那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呢？为了他的前途呗。你想想，跟自己的实习生谈恋爱，多么不光彩的事儿。不过你没关系，反正只要他能挣钱就行了。高佳明，你侮辱别人就是侮辱你自己。我再说一遍，我没拿你的钱，你的钱我已经还给你妈妈了。好，我错了啊，钱不重要。你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还爱你，乔飞。小飞。小心脚底下。你带我来哪儿啊，佳阳？我带你来训练室训练同传。这是椅子，好，坐好。戴上耳机。我现在放资料。中国常驻联合国瑞士办事处以及其他国家组织代表出席。5分钟的同传量完成的非常出色。我这同传间，我完成了翻译工作。我早就说你没问题，你的心理障碍不是同传，是这个同传间。那我以后同传能不能都戴着眼罩啊？当然不行。真正同传的时候，你得随时看着搭档的嘴型，随时要做好准备顶上，还要看紧急资料。就算你戴着眼罩，谁扶你进同传箱啊？你这不是给搭档制造负担吗？所以我说我还是不行啊。谁说你不行了？咱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步。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同传箱里的视觉呈现是你心里的障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找到是哪一部分。其实同传箱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铝合金板搭成的。你是不喜欢它的窗户，还是不喜欢它的门？没有啊，不是。那是，我们来想啊，你从外面进到同传间，关上门，插上插销，然后坐下。佳阳，我坐在这儿，看着前面一排一排的座椅，我就觉得特别紧张。座椅？你是觉得你在大会场翻译会紧张？你不应该怯场的呀。不是，是，就算我现在坐在这儿，座椅上没有人，我看到都会觉得很难受。咱们别着急，一步一步来。
困扰你这么多年的问题，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解决了呢？不仅仅使两个国家受益，而且惠及全世界。中国总理在中瑞经济峰会的演讲中如此宣布。该会议本周4在北京进行。OK， 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了，你就是不能看见会场，这个问题好解决。可是同传怎么能不看会场呢？我要关注发言者的反应啊！你看，你又着急了，一会儿脆弱到觉得自己根本进不了同传箱，一会儿又想马上解决问题，哪那么好解决啊？哎呦，那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啊？切勿急躁，我是你的导师，我都不着急，你着急什么呀？田主任，接啊。喂，田主任。派出所。哦，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的。那明天院里见吧。田主任再见。是上次咱们俩误会的事儿吧？你知道啦？我当然知道了，有人给高范院写了举报信。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我当然要先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呀。OK，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影响你进同传箱的元凶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解决你心里的障碍。至于举报信的事嘛，赶紧去找田主任解释一下。哎呀，你说我怎么样一转正啊？这么麻烦啊！好事儿多磨，别担心，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田主任那儿。走吧，今天就到这儿了。主任，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来上海这么久，就因为这次误会进了派出所。后来警察也调查清楚这是误会，就放我出来了。主任，我也是当事人，我可以作证，乔飞说的都是真的。写匿名信的这个人就是在嫉妒他，无中生有，就是想污蔑他。如果是这样，放心，高翻院会查清楚的。真的是误会。如果院里不信的话，可以去公安局调查，就知道我没什么可隐瞒的。真的吗？乔飞啊，请你来解释举报信的事儿，不是因为我们不信任你，而是需要对高翻院的正式职工的人品素养有一定的了解。正式职工还没听懂啊？转正了呗？恭喜你啊！这回啊，要求特别严格，层层筛选。陈家阳他们组只有3个实习生转正，你一个，杨艳一个，吴明一个。真的，我们都在一组啊？对，今后你们和陈家阳、李雷、韩梅梅在一起，今后的工作任务啊，交传和同传并重，你有没有信心了？有信心。哎，家阳，我问乔飞的又不是问你。现在他不是你的实习生了，是你的同事了，得尊重人家的意见。同志，表个态。小飞啊，交传同传并重，你有信心吗？主任，我会努力的。好，我们高翻院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新鲜血液。恭喜啊！恭喜3位新同事加入我们的团队啊！过5关斩6将不容易啊！实习期间呢，你们跟他混得很熟了，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说件事儿啊，关于有人举报乔飞认为他不应该通过审核的事儿，院领导对举报内容进行了核实，结论是不属实。具体情况我们的网站上都有通报的。下面请陈主任给你们交代一下啊。第1条，公
工作第1年，主要提升业务水平，不许出去接私活。其他的我想到再告诉你们。小飞，把会议录音整理出来翻译给我。你们2个把这些翻译完，互相校审过以后交给我。我们怎么做？吴明，你坐那儿。好。杨艳，你坐他对面。小飞。这撒谎的最高技巧就说真话。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你不就这么干的吗？好着是找过我们也确实犹豫过，但你跟领导这么一说，就变成好多人集体跳槽，就你最忠心。行了，别说了，都是同事。我跟你说，你们要跟郝哲走这件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他跟我说了，他要自己去跟领导说，我也答应了会帮他保密。谁也不傻，大面上过得去得了。想抖小机灵，搞职场办公室斗争，玩宫斗。我真的觉得你是那种破小说看得太多了。你要是讨厌我的话，你真的不用这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大家共事可以，有意见你直说。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咱们3个不都转正了吗？还计较这些个干嘛？多少人当了他的炮灰啊！第1名。喂，我先撤了啊。我把这档弄完，我也撤了。又喝冰的，我就想清醒清醒。等会儿把这胃药喝了，暖暖胃。怎么样了？差不多了，我最后再调整一下这个格式，检查一下单词拼写就好了。我肯定还会再看一遍的，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前面做的仔细一点，你后面不就轻松了吗？第1天工作感觉怎么样？感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办公室，我终于坐进来了。你不怪我吗？又不帮你说话，还把最无聊的工作分配给你，大家都孤立你，我还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有吗？大家是不是都孤立你了？不是，你别打岔，你是故意的。哎呀，避嫌嘛，我对你只能比对别人更苛刻。我本来以为我进来就轻松了呢，怎么还是困难模式啊？天才模式，适合最有能力的人就是你。你是不是还把最差的位置留给我了？你看他们坐的那么靠里面。是这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从我坐的地方，可以随时看到你。佳阳，下班了吗？小华，你回来了。小华姐，乔飞也在呢。当然回来了，不然我还一直在机场等吗？你现在忙吗？不忙，你坐呗。我想跟你单独聊聊。哦，那我先回去。那主任，那个初稿，我明天发给你好吗？行，你路上小心啊。哎，小心，别电到。你们聊。哎。哼。那天我等了你一会儿就先走了，后来你去了吗？
怎么不接电话呀？佳阳，我认真想了想，是我太注重形式，太想要一个华丽的开始。可是万一书没寄到呢？万一里面的纸条丢了呢？万一你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呢？或万一你出差了呢？那我们岂不是又要错过了？小华，其实那天我没去接你，我是希望你幸福。既然你已经跟周南结婚了，我觉得婚姻不是儿戏，你们应该好好去磨合。所以那天我才给文叔叔打电话，让他去接你。后来他去接你了吗？那天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爸去接了我。我这人就是没什么耐性，说要等你1个小时，结果等了10几分钟就走了。走。那就好，我还怕你一直等着呢。佳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爱一个人不能错过。对啊，所以我遇到了我不能错过的人，他也不想错过我。我好像错过了很多事。哎，你和周南……他叫什么？乔飞。乔飞？就刚刚离开那个乔飞？先别跟别人说啊，我们还是保密阶段的。你们不会是玩什么地下情吧？不是，乔飞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转正的。我如果现在让高翻院的人知道她是我女朋友，我觉得对她不公平。我不想让她一直活在我的影子里。佳阳对女朋友可真体贴。爱情的确是一个美妙的东西，能让人变得温柔。好了，我没什么事儿了，我来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我回来了。那我赶紧去找乔飞吧。那咱们改天见。跑得还挺快。我还可以走得更快。为什么自己走了？小华是可以知道的，咱们不用瞒着他。可能我是习惯了吧，不是说好先不让高翻院的人知道吗？而且，每次见到文老师，我就觉得，像他这么优秀的人，才配得上你。我什么都做不好，我连同传都进不了。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自信了？这不是我认识的你吧？我认识的你是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其实我每次见到文老师，都会有一点小自卑。我就觉得他这么优秀，你又喜欢他这么久，哎，我这么患得患失，我都讨厌我自己。我的傻丫头啊，你胡思乱想什么呢？那我现在告诉你，在我这儿，你只需要顾及好你自己的情绪，有任何的委屈只管告诉我就行。嗯？明天我就打算回家里告诉我家人你的存在。佳阳，我爱你。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刚才车吵了一下。哎呀，你再说一遍嘛。哎，我要是没听错的话，你刚才说的是程家阳，我爱你是吗？我什么都没说。你骗人！你在骗我！你骗人是小狗啊！怎么不进去啊？等你，我来了，走吧。哎，给你提个醒，别跟你爸提乔飞，别把他带进家，别给自己找事儿。你是在替乔飞考虑吧？不用你操心，我有我的安排。进去吧。
你手术的事我知道了，很好，谢谢。再接再厉，你要争气。一定。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这3句话以上居然没吵起来，还其乐融融的。今天挑事的任务不在我头上。佳明，说什么呢？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你那手怎么样了？我有事情要宣布。等等，背着。我给你倒水去。爸，妈，我谈恋爱了。哦，谈恋爱了，好啊。那个对象是干什么的？法语翻译。法文翻译。她叫乔飞。乔飞。乔飞是吧？这个女孩品行有问题，我坚决不同意。她的品行怎么有问题？下药气，喝药气啊！哎，这怎么了？就不同意了？那女孩子可能很好啊。好什么呀？她之前是佳明的女朋友，现在成了佳阳的女朋友，你听懂没有？你明白没？嗯。哎呀，这个嘛，是得慎重考虑。女孩子的作风问题啊，是关键。爸妈，你们听我说，首先，我和乔飞好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和我哥有过感情。其次，他和我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们分开都已经有8年了，所以我根本不认为这是问题。哎呀，这事儿我觉得啊，只要你们3个人都说开了，其实也没什么。我持中立态度，我不是老封建。这不是老封建的问题，这个女孩就是在利用我的2个儿子。之前佳明就是为了她，把好好的专业给放弃了，哎，非转换了专业。现在呢，他又冲着佳阳去了，为什么呀？不就是要进高翻院吗？不就是冲着你的大名吗？这个女孩子是哪儿的？高翻院，是佳阳的实习生，刚转正。对。胡闹！你怎么能跟自己的实习生搞在一起了？我怎么就不能跟我自己的实习生谈恋爱呢？我正因为是程思远的儿子，我在工作上不能出错。难道因为我是陈思远的儿子，所有跟我谈恋爱的人，我都要问问他是不是因为是我爸吗？你可以不问，可以呀，你可以向他学习，你可以不认我。小小气，你好好跟他说，别急，你一急，他就光跟你生气了，什么都听不进去。佳阳啊，不是不让你恋爱，你恋爱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但是你找谁，也不能找实习生。你干到现在这个位置，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你这么年轻，不能落到这个利用职务之便，搞男女关系的名上。再说了，你们这个位置啊，存在着利益关系。你可以保证不向他输送利益，可别人会这么想吗？我是不会放弃的。
必须放弃。凡事都要以工作为重。那是你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为什么全家人都要听你来做决定呢？我妈因为你辞职，我哥因为你改了志愿。我从小到大活着的意义就是不要给你抹黑。您是太阳，我们所有人都要围着您转，您可以发光发亮，我们必须待在黑暗里吗？哈哈，看来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只是我最先说出来而已。好，要话语权，是吧？好，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办，都给我滚！干嘛呀，老陈？发这么大火干嘛？有事咱们慢慢商量。佳阳，你不对啊，你这态度，赶快道歉，给你爸道歉。佳阳，你不要叫他。我和他不一样，我下个星期还来哟。去！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你不要再管他。能不管吗？自己的孩子，别生这么大的气，慢慢做思想工作。我必须给他给做回来了。喂，吃完饭了吗？对，我刚回家。怎么样？你妈会不会因为我跟佳明的事情很介意？哦，没有，我妈已经想通了，而且她还说挺喜欢你的。过段时间，我爸我妈会请你到家里做客。真的吗？真的这样说的？不过这段时间我妈比较忙，可能得过段时间了。啊，好啊，没问题。我有点累，早点休息吧，咱们明天高分院见。那明天见，你早点休息，拜拜。拜拜。我知道你不会开门，听着就行了。程家阳为了你跟家里闹翻了啊！不可能，佳阳说了会尽快安排见面。你心里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不然你也不会开门。等着吧，这个见面会一直拖下去。肯定是因为我跟你的事儿，对吗？这就是我最高兴的，还真不是因为这事儿。那是不是你跟家里说我拿了你的钱？我在你心中就是做这种苟且之事的人吗？天地良心，我还劝了程家阳先不要跟家里说你俩的事儿。我为他好，那个桑晓生他不信我的，他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家里的疾风骤雨。那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呢？为了他的前途呗。你想想，跟自己的实习生谈恋爱，多么不光彩的事儿。不过你没关系，反正只要他能挣钱就行了。高佳明，你侮辱别人就是侮辱你自己。我再说一遍，我没拿你的钱，你的钱我已经还给你妈妈了。好，我错了啊，钱不重要。你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还爱你，乔飞。而且，乔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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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刚才晕倒了，你没有印象吗？头晕不晕？眼花不花？恶不恶心？还有哪儿不舒服吗？我晕倒了，没事，可能就是我以前查出来过贫血，我应该没大事的，你别这么紧张。身体的事情可大可小，明天我带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吧。我都说了我是贫血，我没事的，我吃点补血的药就好了。而且我应该是今天太忙了，还没吃晚饭呢，所以就晕倒了。没吃晚上饭怎么行啊？这都几点了？走，我带你出去吃去。不用了，冰箱里还有泡面呢。
你有事你就去忙吧，你别管我了。光吃泡面怎么行啊？真的没事儿，走吧。好吧，那你当心点啊。家里有红糖吗？你给自己冲杯糖水吧。如果再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知道了，你放心吧。那我走了。起床了吗？我来接你上班。你以后真的不用接送我了，这样你可以多睡40分钟呢。没关系，我喜欢早起。你别老跟做贼一样，行不行？要不我去跟处理说明情况。别。那我们谈恋爱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每天要躲躲藏藏的？再等等吧，再过一段时间再说吧。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你1年训练结束以后再说。到时候再看呗。你不想跟我公开恋情，有没有别的原因？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我是觉得公开了不是对你有不好的影响吗？对我能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啊？就算对我有不好的影响，我也不在乎。行，我尊重你的选择，公不公开，你说了算。赶紧上去吧，一会儿迟到了。你呢？你不是怕别人觉得你跟我走得近吗？我去绕一圈再回来呗。那我先上去。嗯。文老师，哎，乔飞，我来交我的讲座提纲。你怎么一个人啊？佳阳没陪你啊？佳阳都告诉我了。祝福你啊，乔飞，你和佳阳真的很般配。谢谢你，文老师。你跟佳阳一样，以后就叫我小华姐吧。哎，小华姐。记得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可造之材。当时佳阳还不想收你当实习生呢，还是我慧眼识才吧，我就知道啊，你一定是翻译的人才。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我相信你。对了，转正之后你是要主攻交传还是同传，还是2门一起啊？我没办法同传。什么叫没办法同传？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进不了同传箱，一进去就头晕。我们换个地方说。哎呦我天！啊！哎呦，你怎么回事啊？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我可千万别跟我说你生病来不了啊！今儿可我大日子，没事我能死路上。哎呦，大日子，你是结婚呢还是结2婚呢？不就是个破发布会吗？这是普通的发布会吗？这可是第一次有我名牌卡的那种，之前我都是跟记者在一起凑数的。得，你别给我吼我头疼。那行，我不吼了，你赶紧过来呗。好。
么严重，一进同船乡就犯晕。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大一的时候第一次进同船乡就这样了。所以你一次同船都没有成功过？在大学的时候，同船只是选修，在高帆院的实习生也不考同船。那是因为能进高帆院的交船已经达到了高级的水平，基础同船就更没有问题了。只有不以同船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哪里会有完全做不了同船的翻译官啊？乔飞，我也是替你着急，所以有点口不择言了，你不要介意。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小花姐。嘉阳也一直在安慰我，可是我觉得黑匣子已经成为我的噩梦了，我现在压力特别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些事情我们只能选择接受，能力范围之外的，我们不能总是强迫自己去达到。你的意思是？你要轻松面对自己进不了黑匣子的事。如果这是你与生俱来的天性，你要选择坦然接受。可我还是想克服。你也一定做过努力了，可是还没有用，不是吗？我在翻译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这样。不要强迫自己，真的，你这个障碍跟随你也不是1天2天了，那么久的时间，它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翻译最终考验的是人的语言天赋和思辨能力。我们都知道，语言天赋是来自于每个人感性的部分，后天能够努力的部分很少很少。你可以通过练习来加强你的熟知程度，可是天性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像有些人有密集恐惧症，或者对某些东西过敏，这是改变不了的。可是我要是不能同船的话，我就进不了高帆院了。不一定啊，让嘉阳去找主任，以嘉阳的人脉，说不定院里会网开一面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据我所知，高帆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翻译官不能坐同船，这在高帆院一定是个天大的笑话。我就是害怕这样，所以我才一直没敢报告。我还一直在幻想，万一以后我只做交船呢？绝对不可能。发展方向主攻交船和完全做不了同船，这是2个概念。你想啊，每个翻译官代表的都是高帆院，如果传出去，高帆院的专业翻译他进不了同船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你所影响的可就是高帆院的声誉了。那我该怎么办呢？不要隐瞒，把真相告诉主任，不要逼自己去做能力达不到的事情，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退一万步讲，就算留不在高帆院，你还是乔飞，爱你的人仍然爱着你，难道不是吗？再说了，还有我，还有嘉阳呢，我们可以去帮你求高帆院，让院里按照你的特殊情况给予照顾，不一定留不下来。我就是不想被特殊照顾。我理解。可是作为关心你的朋友，我必须指出，如果你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院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就是欺瞒，这样不但会影响你的诚信度，包括你的导师程嘉阳，他也会被牵连。再说你们俩现在是恋人关系，乔飞，你要慎重啊。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你也该去上班了。放心吧，我也是为你好。如果你不想说，我会替你隐瞒的。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纸包不住火，你越早说，你和嘉阳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就越小。没什么大不了的，想开一点，不就是翻译吗？离开高帆院，你一样可以发光发热。我知道了，谢谢小花姐。那我先去上班了。好。
还这么晚？我下。我下。我走楼梯。杨艳，跟我去开个会。迟到了。哎呦，瞧你喘的，不过还有半小时嘛。我要求他们第1年都提前半个小时到单位。哦，那你为什么迟到了？我打黑车，司机给我绕路来着。哎呦，打黑车不安全，容易出事故，下次别打了啊。这样，这个明天呢，家部啊给博物馆捐赠木雕仪式，你带个人过去吧。这回他们不会又早到吧？不会，这回博物馆提前做了准备，没事儿。小飞，你把昨天我给你校对好的东西打印一份给吴明。吴明啊，你准备一下，这次馆长的发言你来翻译。我吗？对的。啊，没问题。我记得上次家部的事儿，乔飞也参与了吧？对了，这会议记录还是乔飞整理的，把他也带去吧。嘿嘿，怎么？你还不愿意啊？主任，我就是觉得上次发生了杯子的事情，我这次去合适吗？嗨，这一页早先过去了。但是你要记住，每次出任务，代表的是新的自己，代表的是高翻院新的形象。吵死了，头疼。干什么呀，王旭东？我家爷间心肠，我唱首歌怎么了？我不唱我嗓子疼。不，你不唱的话，我怎么安静下来？哎呦喂，你动静小，我这都画出来了。早这种人傲天接我。哎，对呀，您趁早让他早点接你啊，省得我白跑一趟。白搭理你，我嘚瑟。说曹操，曹操到，我们家小天天给我发微信。宝贝儿，到哪儿了？亲爱的，我马上到。喂，能不能开快点？您这儿赶上蜗牛爬了，我要赶紧见到我们家小天天。这是古代兵器。什么？剑。骂我是不是？我也贱。你看看你这负能量，满满的负能量。哎，反正我快火了，不跟你搬计较。哎呦，我求求您赶紧火啊，一天别闲着。哼哼，我火了以后第一件事就给你解约。我巴不得那天早点到来。对了，咱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沟通。不用了，昨天已经跟杨艳详细讨论过讲话稿子了，处理也审核了。对了，我跟你说。据我上次的经验来看，家部首富可能比较随性，所以他应该会有一些突发状况。高翻院不是只有你一个翻译，地球离了你也会转。主任也说了，你只是辅助我，辅助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是主翻，我应付得来。你别急，我不是这个意思。毕竟我上次接触过他，所以我就想提醒你。谢谢你的提醒。还有别的要说的吗？没有的话，我要看资料了。坐吧。别害怕，就算前面坐满了人，你翻译你的不要受干扰。你告诉你自己，交船的时候不是也是这么多人吗？现在只不过多了这么一个同船间而已，没什么大不了。我现在准备放录音了。你先听一遍，我们先来一遍交船，这样你可以闭着眼睛翻。欧盟的象征标志为
旗、蒙哥、名言多元一体，以及5月9日的庆典日。Les symbol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sont le drapeau européen, l'hymne européen, la devise unie dans la diversité et la journée de l'Europe le 9 mai。很好。接下来我们试着把眼睛睁开，好吗？那好，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自从欧元正式流通，它就成为了欧盟最主要的标志。欧元是把欧洲人民联合起来的具体的、物质的联系。第3个重要标志，欧洲议会，统一及民主的价值见证。自从1979年来，欧洲议会议员通过普选产生，选举事件被作为欧盟建设的关键时刻之一。此时政治意义的欧盟成为了人民大众的欧盟。Depuis sa mise en circulation, l'euro est devenu un symbole majeur de l'Union européenne. L'euro est le lien concret, matériel, qui unit les peuples européens entre eux. Troisième symbole important, le Parlement européen témoigne des valeurs d'unité et de démocratie. Depuis 1979, les députés européens sont élus au suffrage universel. L'événement est présenté comme l'un des moments clés de la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 celui où l'Europe politique devient une Europe des peuples.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试着同船，怎么样？别紧张，别紧张，把眼睛睁开。没问题的。欧盟的象征标志为盟旗、盟歌、名言多元一体，以及5月9日的庆典日。自从欧元正式流通，它就成为了欧盟最主要的标志。不行，欧元是把欧洲人民联合具体。不行，我看到外面我就觉得心慌。这绝对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这是心理问题。刚才你还好好的，你告诉我你什么感受？佳阳，我觉得心慌，我害怕这块玻璃，我们出去吧，行吗？不行，不能这么轻易的放弃。你告诉我你的感受，你为什么害怕这块玻璃？这块玻璃到底怎么带给你不舒服的感觉了？我不清楚，我也说不出来。不行，一定得说。我真的不知道。说出你的感受。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我就是觉得心慌。我看着前面一排排的座椅，我觉得上面都是人。有人怎么了？交船的时候不是也都是人吗？我觉得上面坐了很多人，我觉得他们都有生命危险，像我妈妈一样。你妈妈？不行，佳阳，我要出去。好好好，走，咱们出去说。喝口水。跟我说说，为什么会在同船间想到妈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想到就这么说了。仔细想一想，也许这个就是你心理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在同船间会想到伯母呢？你以前跟伯母进过同船间吗？没有啊。那是为什么呢？同船间里什么也没有。你从里面望出去就是一排排的座椅，为什么会想到伯母呢？想到什么了？佳阳，我好像
找到我自己害怕同船间的原因了。我以前只跟你说过，我妈妈得病了，但没跟你说过具体的，对吧？大一那年，我妈妈开始经常会打嗝，我们以为她是犯了肠胃炎之类的肠胃病。后来有一阵，她开始晕倒，我们就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告诉我们，她得了海绵状脑部血管瘤。海绵状脑部血管瘤，那不是我哥的研究方向吗？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佳明转研究这个。医生说我妈妈的这个病是长在脑干部位，压迫了中枢神经。如果颅内出血的话，就必须要动手术。就算动手术，也只有50%的成功率。而且就算手术成功，也还是有可能会复发。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绝望了。我那段时间觉得自己一直处于精神抑郁的状态，所以才想要去看心理医生，才认识了高佳明。没想到你承受了这么多东西。好了，这些事儿都过去了。从今往后，有任何困难，我和你一起面对。自从妈妈那个时候得了这个病，我就特别害怕医院。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做完手术的时候，有48个小时还要待在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我当时站在外面，隔着那层玻璃，看着我妈妈，她躺在里面一动不动，因为做手术把头发全都剃了。我真的很想去抱抱她，去摸摸她，但是因为隔着玻璃我做不到。我心里又很害怕，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心都被掏空了。我明白了，这个就是你心慌的由来。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进同船间，我就当时一直心慌，没办法翻译，我就一直想逃避。刚才多亏你一直强迫我待在同船间里，不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同船。这下好了，问题找到了，我们现在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呢？如果我就是没办法进行同船呢？你看，你又来。昨天我还在担心，你这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今天就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只要不是天性，就一定有办法克服。就像翻译一样，有的人翻译速度很快，但是准确率很低。有些人翻译速度很慢，但是准确率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但只要有意识提高自己的短板，就能增加综合素质。那你的短板是什么？就是你啊！告诉你，田主任都认为你能成为一名好的翻译。我怕让你们失望。只要你不绝望，就一定有希望。太好了！看来我这一晚上没睡没有白费，我们有突破性进展。走，带你吃早餐去。你真傻，你怎么真在这儿等了我一晚上啊？离家部的会还有一定的时间，我先陪你回家，你去洗个澡。好，走。吃早饭去。哎呦，我昨天晚上在你家睡了。帮你拍一下。不是。你看人家过。变态，给你煮了白粥，在厨房搁着呢。变态，别忘了啊，药不能停，没事别找我。哦，还有，只许膜拜我，不许爱上我。
帮我找一个可以做饭的阿姨。先生，粥马上就好了。啊，谢谢啊。最后，欢迎王储阁下和太太的来访，对你们的慷慨和热情表示衷心的感谢。Bienvenue à vos Altesses. Je vous remercie encore une fois pour votre passion et votre générosité. 你们的翻译很快。馆长可能一时紧张忘了修改演讲稿。Je suis fan de la calligraphie. La culture chinoise me passionne. 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很喜欢中国文化。我的朋友书法家王梅芳，他非常喜欢家布，今天特地写了一幅字。Mon ami calligraphe Wang Meifang aime beaucoup le gabou. Elle a fait pour vous une calligraphie comme cadeau. Ah, quel beau caractère. À Kaboul, la situation des femmes s'améliore chaque année. Et pas mal de femmes deviennent artistes. Et je m'engage personnellement à l'amélioration des conditions de vie des femmes. Et pour cette même occasion, nous pouvons profiter pour inviter Wang Meifang à visiter le Kaboul. 好字，在家部，女性的地位也在逐年提高，也有不少女性成为艺术家。她本人也致力于提高女性地位。王梅芳非常尊重女性，她也有很多女弟子。Wang Meifang a aussi des femmes disciples. Il a un grand respect pour les femmes. Il paraît que mon frère va faire un discours sur l'amélioration des femmes en Afrique, basé sur votre femme calligraphe. On n'a pas reçu le communiqué de presse. C'est possible de reporter le discours au dîner? Tu le sais bien, le prince fait souvent des siennes. 台上出了点误会，王梅芳是个男的，你去跟王子解释一下。On s'était trompé, Wang Meifang est monsieur. Désolé. 拿到了，还有多长时间？从现在到宴会开始还有3个小时。你们抓紧翻，一会儿我过来校对。好。今天谢谢你啊，乔飞。如果家部王储真的因为我犯错了男女，从王梅芳开始讲女性的地位，我就真的没法弥补了。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这家部王储想干嘛就干嘛。且王梅芳这名字听起来确实像女的哈。我也是之前翻看记录，听到馆长要去王家求字，提到王太太，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所以我特地查了一下，才发现他是男的。一开始我还有点怀疑你，你没必要帮我的。哎，我之前在他身上栽的比你狠，咱们法番处不能来一个栽一个吧？没事的。218路车是在这坐吗？你的车呢？放单位了。那你明天怎么办啊？坐公车呀，在公车上偶遇，应该不会有人说闲话了。你不用这样吧？今天翻译表现不错，饿了吧？我让礼宾部的同事给咱俩留盒饭了，你也没吃。就我家吃吧，我们家还有速冻面。
累了一天还吃速冻食品，多可怜！你来我们家，我给你做。别做了，多麻烦呀！我冰箱里还有寿司，那不还是速冻？不是速冻的，我做的。哟，你还会做寿司呢？那是，会做的多着呢。你还会做什么呀？你想吃什么？广东菜、粤菜啊，不是广东菜就是粤菜啊。川菜。行。日本阿姨，下班前请帮我从楼下日料店打包2人份寿司，还有天妇罗。我半个小时以后到，东西放下你就可以走了，谢谢。你坐沙发上等着，我这么快。我帮你啊。不用，你坐着等着。久等，饿了吧？简单营养有健康。哎呦，白马庄园呢？你认识啊？喜欢吗？关于这个酒的特色还有历史，我能跟你聊一下午，但是我好像只喝过一次。为什么只喝过一次呢？大部分人都只喜欢拉菲。有品位，有品位吧？像你这种理论家是怎么成为侍酒师的呀？我呢，就是把喝红酒当成背单词，我喝一次我就得牢牢记住它，然后我多读那些专业的书。我没喝过，我气势上要过硬啊。比如呢？比如，2010年真是一个红酒的好年份啊！怎么样？很有气势吗？有。哎呀，刚刚好，刚刚好。店里的人说啊，天妇罗凉了就不好吃了。我把寿司先拿上来，又下去买了这个。你们先吃，我就先走了啊。不懂理论也可以做寿司哈。阿姨，稍等一下。我妈一个月给你发多少钱啊？3500。这是4000，你这个月的工资，多的500是因为你照顾了我哥。应该的，应该的。你妈请我就是一天做3顿饭，到哪都是做嘛。还有就是明天你就不用来我这儿了，你就把我哥的手照顾到他康复为止，工资从我这里。就是不从你妈那领工资了，对吧？对。等我哥手康复以后呢，你也不用来我这儿了，因为我以后可能不需要别人帮忙了。为什么？我找张总去谈，他肯定不会同意的。啊，这次他同意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口味？没有，不是您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工作出现了一些变动，我可能要出国。你真的要出国啊？对。吃吧。其实你刚才不用关门的，隔音挺差的。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我知道你能照顾好自己，你自己在瑞士生活那么久，肯定可以。